文笔不好，亲身经历你凑合看吧。事情得从高中说起，情感生活坎坷，或许是看不清自己。我有一段3年的恋情，没有任何追求我的过程，我就是单纯的想恋爱，也不知道高中算不算早恋，哈哈哈。然后不到1周就见了他的爸妈，高中就见爸妈了，是在家长会上看到的，还是说比闪电还快？他爸妈居然默认了我俩结婚的事儿，高中就默认了啊！我觉得太荒唐了。使神差，我俩恋爱了3年，这期间我并未觉得有多快乐，除了晚自习下课可以见面，再就是周日下午的见面，然后就是去他家吃饭。我所在的高中离他家很近，距离我家1个多小时车程，但是我也只能假期回去，所以也可能是太想找到家的感觉吧，哈哈哈，导致早早的经历了公媳关系处理的问题。他爸比较强势，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说了算。每次都是出于家教和礼貌，吃饭前帮忙，吃饭后刷碗，以至于后期不刷碗我都觉得不对，他爸就不开心。甚至有一次说一起劳动一起吃饭，我当场懵掉了。虽然他跟他爸当场吼了起来，但是我觉得处理方式也不当，可以心平气和的说话，可能是我太小了，不敢说话了。也就是那一次，我心里埋下了阴影。当时那顿饭吃的我心情别提多难受了。还好我记得放假了，我能回我自己的家了，我马上逃离了那个现场。自此我就彻底失望。我深知这段关系走到最后，家庭也至关重要。其实那个时候就想分手了，最关键的因素是他家里的理念我接受不了。也许我把这个年纪最不该经历的给经历了，好可怕呀！高中就让我感觉到了婚姻的可怕。干总，中间其实还有很多插曲，比如相处中他爸就觉得我不行，然后他一气之下暑假打工没回家，分文没带，跟家里抗衡。只是从他的话语中来讲，其实我对他的感情也许是初恋的原因，有依赖吧。这期间还有更奇葩的，面临择校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另外的城市的院校，他以为我会和他选一所。那时候我也想来着，但是之前发生的事让我不敢继续。但是我还是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毅然决然选择不跟他在一个城市。他一查第一志愿，结果不是一样的，应该直接果断的。但是我好像很多事情很难果断，但是他无缝衔接了。开学前都有各种群，就是在他学校的群里，他无缝衔接了。这件事我怎么知道呢？也是在开学前见了最后一面。我发现他一直不看手机啊，看他手机还回复那个女的，第六感告诉我，开学他俩就官宣在一起了。我俩删了所有联系方式 ，QQ 空间还可以看。我也伤到了，初恋就是这么残忍。我去了陌生的学校，很无助。我结识了很火的伙伴，也难掩失恋的痛苦。我的妈呀，这姐们儿，这文笔，这你其他科目得多好啊，你才能考上大学啊？你语文有70分吗？我都是非常精炼的念啊，朋友，它中间有大量的废话，就是这标点符号就别说了，一塌糊涂，中间有稀碎啊。这语文能考到70分吗？我这是精简着念的，就跟念他的语句你都听不明白他说啥，全是情绪。哎呀，反转来了，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杀了自己。他后来回家后，他爸妈说不喜欢他现在的女朋友，他求我复合，我俩又复合了。他跟我说是因为不适合那个女的，跟那个女的分手了。那个时候大2异地开始了，但是心里有很大的疙瘩，总是吵架。后面又跟他爸产生了很大的矛盾，疯了，他也太渣了！我真是幡然再醒悟，这狗血的剧情，请淡，后面还有2段情史，后面再给你去信，不用了，姐妹儿，不需要啊。平时咱们在这个学校呢，多读书啊。咱们把我的书谈一谈也可以看看我的书也行啊。这个再复杂的书，我估计你也够呛了，你就看看我的书吧，好好的就模仿着写一写，把这个语句先给它捋顺了，再给我写信吧。啊，看看李毅推荐的，李毅说有一些很值得一读。亲爱的阿泽，分开的这段时间常常想起你，我一直以为如果足够幸运，会有一段关系来治愈我。在我渴求婚姻的35岁，我遇到了你，我们相爱又分开，把我对结婚生子的幻想打破。啥意思？前夫啊！我一直在婚姻中获得支持，期待获得支持。我认为，如果你爱我，就应该用我的方式来爱我。分开后，我问了很多为什么、凭什么，还有对你的责怪与怜悯。这段旅程是我们给彼此最好的礼物。追求爱是生命的本能，遇见你是我的运气。只要认真的相爱过，就是赚到了。谢谢你成为我的镜子。魏征啊，分开真的很难，很艰难，内心骂过你很多回，总是想谢谢你，我们曾经相爱过。那么无论何时去回看那段时间，我们也总是相爱的。从此我也理解了时间。亲爱的老爷，我想借蛋总的直播平台为你写上一封迟到的告白信。现在的我还在时断时续地进行大学的期末复习，我相信我会一丝不挂科，3分靠打拼，7分天注定。言归正传，
记得从小时候起你就不善言辞，给姥爷写了。表达喜怒哀乐的方式也仅仅是通过表情变化。你做的一手好菜，满桌各式各样，让全家人都很开心。你听着我们赞不绝口，会发出昂扬的大笑。你总是会背着我妈给我买好多好吃的，我吃的油光满面。你会拿你总是洗个又洗的手绢擦拭我的脸。你的眼眸定格了我童年的瞬间，那条小时候看来遥远的路充满了咱俩的回忆。你喜欢唱歌，你的歌声也中气十足，有着老一代艺术家的风范。你喜欢看书，但你不善言辞，你的表达不是通过语言润色的方式，而是通过生活的痕迹来润色我们的内心。我觉得你是最善良的人，邻里同事之间只要有忙你就去帮，无论是体力、财力、劳力，最后你收获谢谢，依旧不善言辞，连那句最客气的不客气都不会说，只会脸红彤彤的憨笑。你这老爷书你也没少看呢，你这文笔还可以啊。你在我小学5年级时查出了肺癌，我的天哪，我不敢往下念了呀。新年第一天就考验我啊，第一天就考验我的这个忍类的能力啊，这扛不住呀！啊，这后面好长的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哎呀，我还不懂得癌是什么，心理上不以为然，而且看到你活生生的还在眼前，并没有多大的起伏，家人还是选择告诉你残酷的现实。我不知道你心理上的防线是怎么倒塌后再建立，但你是一如既往重复着每天做的事儿：公园刷步数、买菜，给一家人做3餐。饭后看电视，睡前看人物传记，姥姥也在细心的照料你，你肯定有无限磅礴的生命力和活下去的决心。坚持锻炼，吃健康的食物，屡次的化疗，我无法感同身受，但听家人说那是痛不欲生。3番5次的化疗后，我明显感觉到你头发不如以前浓密，你变得嗜睡了，白日里都喜欢沙发上躺一躺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，医生说你是一个奇迹，坚持就是5年。你有1儿1女，女儿很争气，儿子不争气，锒铛入狱。你并不重男轻女吧？但是作为血亲骨肉，你还是想见他一面。儿子入狱后，你断崖式衰老，你不言不语，以前的一鼓作气变成了仅有一股游离的气，盼着儿子回来，这可能是你能坚持下去的一个信念。每晚你痛得呻吟。高中的假期，我去你家住，你对比5年前已经容貌大变，消瘦无比，走路颤颤巍巍。即使这样，你仍然会来我的房间逗逗我，跟我聊天。我还是没有察觉到死亡的气息，我无法预知，也无法觉察。我只是觉得你会一直都在。我也承认我没有珍惜。我教会了姥姥用智能手机，让她与时俱进，感受新时代的不同。但我却没有耐心再教你。你的手机换成了智能的，但你只会打电话。姥姥会时常被短视频逗得乐不可支，也会用微信跟老友沟通，你却只能在旁边看着姥姥快乐。我在想，我要是教会了你这些，你是不是就不用整日在沙发上凝滞，看着窗外无限好的时光？后来你摔了一跤，肚子疼痛，中医没有诊断出你的肠梗阻。后来的某一天，你在家只会看着姥姥笑，看着家里挂着的钟表里时间的流逝，然后默默流泪，最后闭上了眼睛。我从学校得知消息，以为能感受到你最后的体温，最后映入眼帘却只有冰冷的帐篷。亲友们肯定也很悲伤，但他们察觉到我面部表情，我只觉得伪善，但也无暇顾及这些，立马瘫软痛哭。当时的悲伤是直击面门，心的碎裂并没有隐痛来得狠厉。后来的我在被无限拉长的时间里屡次的想到你，每次都会心隐隐作痛。小时候的我总是信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后来我对这句话产生了异议。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似乎是对你苦难的亵渎，往事难以追忆。我只想通过这次机会让更多的人为你感到感动。我会一直秉持你身上的美好品质，真诚善良的活下去。亏欠无法弥补，我不想安慰自己，只想铭记心口的疼痛，然后对身边对生活更加珍惜。虽然我不相信因果轮回，但下辈子啊，我一定会继续当你的外孙女，最亲爱的姥爷。姐妹儿写的很好啊，挺好，非常好，很成熟。这个伤痛写下来，面对人生嘛，遗憾也是要面对的，痛苦也是要面对的，就好了，也不会过去。这种东西也不会过去，但是慢慢就习惯了，也挺好。就这种亲人离世吧，我自己的感受就是，其实你想起来还是闹心，但是呢，慢慢就习惯了，它就不是那种痛苦。然后你就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人生命的一刻吧。说的残忍一点啊，或者说的矫情一点，就是这个亲人还是用离去教会我们
活着的人好好活着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朋友，这很明显啊，他姥爷肯定也离开了一段时间啊，但感觉他就还在成长吧，还在感受这个姥爷的生命的滋养，挺好的。虽然这么说，我说挺好的，好像有点奇怪啊，但其实就是挺好的。这个生命就是这样，就挺好，好好面对就行了。你也不能不面对啊，哭也没啥用，就这样，真挺好。能这样写下来已经太好。我老公和我要互相掐死对方了，那你是用哪只手打的字啊，姐妹？用一只手就能掐死他吗？啊，什么呀？新年第一天就掐上了，咱们2025年开个好头不行吗？咱们快快乐乐的画掐，把那个掐对方的这个就是手再稍微幅度再大点，把它变成拥抱，行不行？这怎么2025年第一天就跟老公掐上了？别掐了啊，给一个大大的拥抱吧，掐上了。老公是不是睡了？这对吗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呀！半年前我一个领导拉我做项目，说希望我加入，我诚恳地告诉他了，我有先天性的眼疾，他觉得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后来发现真的影响工作效率，最后双方商量让我回到原来的项目组。这中间呢，我也不知道我的领导对于我是出于同情还是喜欢，和我说过后边会出差可以带着我，边工作边旅游等等类似的话，我当时心里很乱，我不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是同事还是别的，这就乱了，这2句话就给你整乱了。姐们儿，我离组那天，我给他发微信让他请我吃饭，开玩笑说让他赔偿我最近白忙活的损失，他答应了。吃饭那天，我问他有没有结婚，有没有女朋友，他说没有，我差点就表白了。你这也不用人家撩拨你啊，你自己先乱的呀，姐妹儿，你前面还给我整一些什么，还这几句话让你心你的心本来就乱了，你已经就是乱的，你本来就是乱的。因为仅存的理智告诉我，我们不合适啊，无论是家境还是收入，但你可能觉得我不够勇敢吧？未必啊，你别揣测我。我觉得你还是多少稍微有点鲁莽。我之前谈过一个4年的男朋友，我清楚的记得，他家人无法接受我，因为我的眼睛是先天的，会遗传，每次他都是百般讨好，可是换来的不过是人家的嫌弃。有一次更是被他姐姐当面下逐客令，最后因为我前男友欠了网贷20多万，我和他提出了分手。你这眼睛挺好用的呀，姐妹儿，咱虽然说有点先天性眼疾吧，但眼神不错啊。我们这小妹妹多了，前男友欠了网贷20多万，还问我该怎么帮他还的呢。你这眼睛虽然有点先天眼疾吧，这一看这前男友欠20多万，说我和他提出了分手，挺好。视力可能不怎么样，眼神不错。因此我的现状就是既害怕跟领导表白失败会尴尬，又害怕成了以后不被别人接受。我一直在逃避。这半年来我疯狂的工作，并且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前些日子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被同事排挤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我找到了他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帮我处理的，反正面子上是相安无事，但我又乱了。你说我是不是只有和他表白我才会解开心结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乱呀？怎么一颗心这么乱啊？姐们儿，我感觉你对他可能也不是说有那么喜欢，可能是有点就是救命稻草那个。我还是推荐你先自信一下。我怀疑你是被你前男友这么一个拒绝一个伤害，不是前男友，前男友这个家因为眼疾的事一个这种伤害做下病了，有点不自信了，就容易乱啊。这人家看你一眼你就浑身哆嗦，是吧？就觉得那什么呗。哎呦，说我是不是没人爱了？以后没人会喜欢我了？哎，他看我，他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一下就忘了。我推荐你就先稳一稳心神，咱们先自信一点啊，然后再感觉一下他是不是有没有细腻感。这我现在听下来啊，可能这个表白你可能会更后悔。你先稳一稳，就是最好就是他答不答应你都开心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如果他又给你拒绝了，你是不是更乱了？大乱特乱了，对不对？先能调整到那种。无论他拒绝还是接受，你都能稳定开心，你就当是面对一段恋情，就是开心一段开心浪漫的恋情。你这种能调到这种心态，你就可以随便表白。你调不到这种心态，老想拿对方当个依靠，当个稻草，不行啊！这个救命的稻草，往往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，是一根稻草。你一拽说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哎呀，怎么不救我？啪！哎，骆驼死了啊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刘鑫，我知道你在看。刘鑫你在吗？他比我大3岁，是我们语文老师的上届学生。高2下学期，他退学，又到我们班复读。我高2这一年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，抑郁、发胖、吃药、躯体化，经常上不了学，成绩下降。我当时以为我人生完蛋了，浑浑噩噩到了冬天。我最好的异性朋友因为他成绩好，想跟他同桌，于是他们坐在了一起，坐在了我们这一组最后一排。
他开始偶尔在经过我的座位时莫名其妙和我说两句话，我也开始注意到他。他真的好厉害啊！从大学退学回来，还能在全省最好的高中考年级前100名。某天周练前，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慢吞吞地往考场走，背后有人叫我的名字。我回头，就像是烂俗的青春剧的剧情。他站在那儿，抱着试卷，笑着看着我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偷偷地看他，我吓人呢，抱着试卷看着，我可能是他毕业太久了，我看着我看这行字，我怎么一点没觉得浪漫呢？我有点害怕呢。抱一卷试卷，哎，同学。这吓人呢！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吗？这吓人呢！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，自信、努力、坦然地面对过去，不避讳未来的野心。他让我知道人生可以犯错，可以走错路，可以重新开始。我的人生没有完蛋，不错，挺好。他在高三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我和他也没有多少故事，甚至因为一些高中生别扭的小心思，我还躲着他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一句：“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”哎呦！这个有点我小时候看那个青春爱情那种感觉了，是吧？你在坐那正在那写作业，他从你旁边走过，一低头，为什么总是躲着我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口音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会儿好像他看着印象中必须这样说话。你要变成东北话就不行，哎，你咋老躲着我呢？你像我这种话就不对，就必须说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样就对了。你咋老躲我呢？啊，那老躲我呢，你个死出！好像这样就不对了，不知道。我也没看过太多，但我不知道脑子里为什么就有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我严格来说，我应该其实是一个都没看过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有这种印象。其实我和他之间有的也只是一些小小的瞬间，但这些瞬间支撑着我爬出了深渊。啊，太好了呀！我现在成绩也一点一点变好啊。后来啊，高考的那天，我在日记本里写下，我想成为和他一样勇敢的人。填志愿的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他考上了很好的985，我考的不算好吧，勉强上了一个1本。但参考之前我那半死不活的状态已经很好了。我和他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大学，我把微信小号的2维码发在朋友圈里，仅好朋友和他可见。其实也没抱希望，他不发，甚至也不看社交平台，可是他竟然加了，而且每天在我抱怨大学生活的动态下面评论安慰我，还说要不是你这个小号，我根本不会看朋友圈的。哎呦，这小伙子，哎呦，这小伙子行啊，这小伙子天赋异禀啊！要不是你这个小号，我根本就不会看朋友圈的。小伙子，我当时还沉浸在一种自我纠缠之中，我弄不清楚我对他的感情是崇拜、感谢，或者真的是爱，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他，甚至去过很多次他的城市旅游，可我也没有找他。现在我大3了，20岁，到了第一次见他时他的年纪，我才开始想清楚，10几岁时我总想用复杂的言语定义感情，但回过头来，此刻成为了一个成年人，我终于敢对自己承认，我现在依然喜欢他。我不知道还会喜欢他几个3年，也不知道会不会鼓起勇气找他，但是在这里，我想祝他一切都好。虽然咱是那个抑郁过，但是我这个人一视同仁啊，我该说重话还是说了。你赶紧朋友圈发起来，你就发那个说喜欢一个人3年吧，2025年第1天，很适合发这个。干啥呢你？支棱起来，赶紧发个朋友圈，说喜欢一个人3年了。对不对？他肯定能看到。说新的一年，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就是第4年了。或者说点什么，说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那一条街，有你的眼亮的故，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你是去他的城市了吧？拍一张他的城市照片，肯定有吧？发一个朋友圈，我来到你的城市，每天就发。从你今年2015年，你这头1个礼拜没别的朋友圈了。第1条是喜欢一个人3年了，第2条就发一个他城市照片，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那个什么，你走过的街什么玩意儿的，然后呢，再发一个什么我现在来到了当年遇到你的年纪，原来20岁的时候喜欢一个人，跟17岁没有任何区别，就之类的吧，你自己找吧。我感觉你文笔也不错，赶紧的吧，你给我写什么呢？赶紧发朋友圈去吧。这不有小号吗？不要气我啊！新年赶紧啊！你们这段恋情，快点啊！我批准了，赶紧推进起来啊！当事儿办啊！谈恋爱。蛋总你好，我是一个00后女生，工作即将满2年。从之前中层 7 那段视频直接入坑了你的直播间，从中学到了很多。之前我妈总是喜欢在别人面前贬低我，包括别人夸我的时候，她下意识的反驳，但是在我妹妹面前又会说我很好。一时之间我都不明白到底哪个是真心话。我妹妹比我小9岁，小时候我妈经常说你是姐姐，你得让着妹妹，这让我心里不平衡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家里聚餐，我爸妈各骑1台摩托车，我跟妹妹经常决定谁要给爸爸载而产生争执，好像谁给我爸载就是输家一样。
因为平时我俩跟我爸都不是很亲，所以我初中的时候，他们闹离婚，当听到我爸提出说小孩要一人一个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我妈会把我丢下，因为她总是理所当然的要我退让。但随着我成年后，我就慢慢接受了这一切，感觉没什么大不了。虽然偶尔还是会不甘心吧，下意识逼迫自己接受一切。基本每天上下班时间规律，下班后健身房撸铁，生活也还过得理想。但我希望我妈也可以跟我一样开心。其实我俩很像，在一段关系里，只要吃亏就会认为是一种付出，直到累积到无法承受，就直接断崖式分手。我也曾经因为一件事跟他大吵一架，单方面跟他冷战。我认为我妈难道不知道我在意的点是什么吗？直到后来看到你说理解是在大量的交流中产生的，尝试说过一两次以后还是没用，我就接受跟他说话、跟他交流没有用这个事实。曾经我也想过，难道是我对他不重要吗？但其实他就是这样，只要不要求他反馈给我对他的付出，因为是我自己愿意的。现在我工作还算稳定，哎呀，我并不是为了达到别人的期待而活，所以我要夸一夸自己，我真棒。行，希望能做到啊！得了。这投稿这太伤眼了，这封投稿，我的妈呀，这也太伤害眼睛了，看一眼浑身发抖那种。首先，我想表白自己，过去几年我一直在考教师编制，上岸2个字成为执念，好像我考不上编制，人生无法运转，默默坑过很多次，哭过很多次。去年最后一次考完了，我决定换条路，捡起了10年没学的英语，考雅思，申请学校，学自己感兴趣的专业。我现在已经度过了紧张、充实又满足的第1学期，成功了是吧？我很开心，我想对自己说谢谢你，你辛苦了，你很厉害，是不厉害也没关系的那种厉害，不错。其次，我想感谢我的父母和我的小猫，感谢他们支持我、托举着我。你们总说我长大了，说我的见识比你们多，事实上我是站在你们的肩膀上，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前些年我说过很多次恨你们，你们总是回答说我小时候的确做错了很多事，伤害了你，让我恨。后来我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，我们可以边恨一个人又边爱一个人。今年我已经能很自如地跟我妈说我爱你，和我爸还不行，打算明年试一下。我的小猫21年来到了家里，陪我度过2年，有时摸摸它，我就跟着惬意起来。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读懂我，但也许有一种超越语言的存在，它应该可以感受到我。还有，我想谢谢那些仅有一面之缘帮助过我的人，小巴司机，帮我刷卡的会员卡的超市阿姨，直击柜台帮我省超重费的柜员，每一位帮我搬行李的人。我对人类的很多想法和行为好奇，但现实生活因怕受伤、怕麻烦，几乎不主动跟人交往。谢谢你们，让我感受到世界有时的确很残忍，但仍有许多像晚霞一样的存在，每次出现都会抚平一天的疲惫。我会带着这些温暖和善意，更勇敢地向前走。最后，感谢蛋总，可爱的网友们，谢谢小卖部的工作人员。我也在这里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人，让我知道也有人和我一样多愁善感、爱哭爱笑，也挣扎，也幸福，也复杂而美丽。我们大概率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相遇，但我们偶尔能够看见彼此就足够了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各自安宁，好运常伴，新年快乐！咱们这个教师资格证要不再考考吧？我感觉你能是个挺好的语文老师啊！再考考不行吗？感觉你能是个挺好的语文老师。但我在相亲活动上一眼心动一个男生，2个人相处了44天，但他一直说对我没有心动。现在我已经把对我和他的期待放下了，但依然很喜欢他，看见他就开心，想起他我就笑。在这里我想对他说，小龚同学，龚啊，复杂的那个龚啊，小龚同学啊，真的很喜欢你呀，未来希望你能遇到那个让你体会喜怒哀乐的女生哦，祝你幸福。这么伤感，但私下里我都称呼你为我的电子男闺蜜，当然这并不是一封要对你告白的信，嘿嘿。好，我从24年7月下旬正式谈了我3年的和正式谈了3年的前男友分手了。为什么要用到正式开始正式这3个字呢？因为这3年里分分合合纠缠很久，我也经历了很多，增长了很多阅历。我现在想表白，就是我现在的 crush， 今年10月他的出现让我快速从过去的感情经历中走了出来，感到焕然一新。其实从分手的第1天开始，身边朋友家人不断给我介绍男朋友，每一个我都有点排斥，但是crush 不一样，我是一家中小企业某个部门的负责人，他是我的乙方合作公司的老板。其实2023年11月就见过面了，当时我要引进新的乙方公司，正好看到他的摩拜信息，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平台？便回复了他。
第二点 crush 啊，磕起来了。本来我还很恼火，觉得肯定是一个有爹味的中年男子，就是中间有些沟通，没想到是一个比我还小3岁，目测身高178，皮肤白皙，长得不错，说话温柔，又感觉能一眼看透对方在想什么的男生。我真的是一眼心动。然而当时我并不是单身，道德告诉我这不对，立刻扑灭了自己的想法。他站得离我近一点，我就走得远一点；他再离得近一点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没有边界感。也礼貌委婉地告诉他，具体的业务执行派对接人来就行了。其实本来他亲自对接更好，但我确实觉得有些危险。直到2024年10月，原本这块稳定的业务出现一些波动，我插手这个事情，国庆也不好意思叫员工加班，就自己加班对接。没想到他也是，我就和这个 crush 接上线了。我先是不小心迟到了半个小时，他以为是我们经常负责对接的员工，打电话问我这个员工怎么联系不上。我说没错，因为今天是我。见了面之后，两个人礼貌地问候对方。他说我又变漂亮，我说你也是，又变帅了。他问我能不能请我吃个饭，我也答应了。我心想事情这么顺利吗？处理完和他的合作业务，我还有别的乙方公司在等待，他便说去楼下的咖啡厅等我。好了，跟他说我处理完所有的事情。他说先坐他的车，等会儿吃饭再送我回来。问我饿吗？我说我不饿。他说他也是。问我吃什么？我说随便。哇，你这每一句都得告诉我吗？姐妹儿，这稍微精炼一点好不好？我的天，这每一句话我都得知道吗？啊，从前我喜欢比我年长的男人，但当时我完全忽略了年龄。在车上，他说觉得我的工作不错，看我平常朋友圈动态看得出来很松弛，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庭。他说他不喜欢女强人。我说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思想还挺大男子主义的。我问他有女朋友吗？你们进展这么顺利吗？互相惦记了有一段时间啊。我问他有女朋友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怎么会呢？那你就是有很多小姐妹喽？他说没有，工作太忙了。他每一句都要告诉我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每一句对话都要告诉我，我的天哪！本来我只是当做正常应酬吃饭，可是期间话题我发现，哎，这个男生段位很高，不聊业务，不聊工作，聊单身多久，以前感情经历，还跟我聊怎么看待谈恋爱。我觉得我没有发挥好，事后我觉得不必太真诚，什么都说出来。吃完这顿饭以后，满脑子都是他，其他男嘉宾还有前男友都淡出了我的世界。然而我一直踌躇不前，一方面害怕合作关系影响，另一方面我也拿不准他啥心态，是单纯把我当客户呢，还是也有好感呢，还是其实海王撒网呢？敢 C， 哎，我很纠结。第一次吃饭，我其实表现的并不想开始一段新关系，才分手1个多月，后续他给我发消息，我也都是公事公办，朋友圈评论也主动。也互动不积极，他也没有那么主动。我觉得他很优秀，但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。哎，这是一份勇气的投稿是吗？是要帮忙转达吗？我该怎么办呢 ？C， 这小伙第一回单独吃饭，让你坐他的车，然后你坐在他车上，说平时看你朋友圈挺松弛的，应该有很多时间照顾家庭吧？我也不喜欢女强人，这对吗？啊，姐们，这对吗？对，这对吗？这能对？这能对喽？对，你那个眼睛里那个星星闪烁烁的那个光，你对他的那个爱监测到了。聊了一段时间天儿，觉得你就是啊，新年快乐！感觉2025年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新年的愿望已经立下了，那些达不到的目标又放在自己的心头了。朋友们，又立下了愿望啊，要做的事情。那些做不到的事情，又打算开始再做一次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许新年愿望总是好的，这个大家都祝你新年愿望能够实现。我们小卖部祝你新年愿望没能实现的时候，能够坦然接受。愿望能不能实现，主要是看运气，这东西很难练的。但是坦然接受，这是可以练的。朋友们，我认真的，我说明白了吗？好运气不一定，是吧？努力就有回报，不一定，这些都不一定，这些都不一定是你的，但是能接受任何的局面结果，这是可以练的，这就是你的，这是一定的，跟内脏脂肪一样，不会辜负你，就是你这颗坦然的稳定的心。2025年，是吧？愿望没有实现，但是依然很快乐，接受了。如果有个这样的心态呢，其实运气慢慢就会好起来，这也是能练的。这跟内脏脂肪是一样的，这也是可以不辜负你的，可以陪伴你一生的。好运气不常有，但是好心态可以常有。真的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小红书这些直播的人，我谁都不服，我就服张静初。他怎么又开播了呀？天哪！我这点开一看，这个张静初怎么又开播呀？我平时没事我就刷到他，我就头一晕。我说这个人，因为一天24小时有16个小时在小红书上，是不是？完了他的直播，他说今天说不聊天，
纯陪伴。哎呦，我点进去一看，姐们搁那打坐呢。我说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也行啊。那我也会打坐呀。又隔一天我一看说，我说今天有什么新项目？一看打字呢。说今天不聊天，你们自己看，纯陪伴，说是打字好厉害啊！明天去哪儿玩？明天工作，没事我来西安干什么？我特意挑这一天，我特意挑31号这一天，非要来西安跨年。这直播在哪播？不是播，我就工作。刚刚那个孟川、毛豆他们都在一块那个喝酒呢，我让他们来下单，开始晒上下单记录了。可以，行了，晒完可以退了吧，没事。回头我那个给你们寄就行了。刚跨年回来，进行到哪一步了？都在等你，没进行，等你一夜了。刚刚这跨年回来了啊，我们今天啥也没干，就等你。2024年等你等到2025年啊，想起去年仿佛就在昨天，等你一宿吧。想想去年发生的事情，仿佛就在昨天。忽然，绝对已经喝多了，你们控制住它，一定要。好吗？出门在外，好不好？互相保护一下啊！八卦一会儿，朋友圈好像一个官宣了吗？这是大半夜的官宣了，这是这个赞我是不会给你点的。就2025年的第一天，我在海淀打不到车，我这朋友圈挺精彩啊！我嗨啊！这怎么都是放炮的？不到处都可以放烟花吗？哇，上海都可以啊！惊了呀！还有这种特别励志的，我这创业的朋友，这半夜 Knowing is not enough, we must apply. Wishing is not enough, we must do. 点个赞！天哪，这新年第一天就给整上这个硬壳了。朋友圈这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刷这上一条还这种励志创业，第二条就是时尚走秀，第二趴，哇，这烟花好漂亮啊！这哪儿这都是？我这朋友圈真特别精彩，特别喜欢看。喜提发烧，明天新年第一天去医院，哎呦，这就不点赞了，后面的都是新年快乐了。这刷到1个小时以前了，这就没有什么特别独特的。我看看有没有 emo， 这1.43按说应该有 emo 的了。这新年第一天没有一个 emo 的，我怎么不信呢？真没有，都很快乐，行吧？啊，我的天，1.45啊，转场呢？啊，这合适吗？你自己吗？这合适吗？哎呦，好危险啊！不能再操心他了，我接着读信吧，管不了了。大家都有自己的命运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失败要去体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坑要去踩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，咱们晚上整点开心的。2024年从头到尾都很开心，和我老公一起迎接了2024年第一场雪，和朋友们春季野餐。上半年自己一个人完成了7个方言重点点的调查。6月去杭州拍了满意的婚纱照，8月举行了婚礼，看了5月天演唱会，10月参加学术会议，见了大佬，长了见识。11月过个非常快乐的生日，12月坐等迎接新的一年。今年非常充实，非常可以沾一沾。最开心的是正儿八经，最开心的是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，还升职加薪了，和小卖部一起跨年，非常开心，恭喜恭喜，非常恭喜。2024最开心的是对我妈去魅了。这个词能不能不要乱用啊？对我妈去魅了，马克思韦伯泉下有知。我真是觉得你们整点我们这社会学词汇，这可以这么用吗？对我妈去魅了，这对吗？我们这祖师爷这整点词儿，这可让你们给学会了。对我妈去魅了啊！这个事情很地狱。如果这一篇有幸被弹读到了，希望大家不用太在意，咱们调整一下心情，可能比较沉重。故事的开头是我父亲去年去世了。他解脱了，而我终于今年也解脱。我妈是个很古怪的人，她几乎是你的妈妈的反义词。从小到大，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暴躁易怒，不支持我做任何决定。我是一个准一线城市出生的独生女，从小没有零花钱，按时回家，上学从不迟到，早退逃学，成绩名列前茅，标准的全面发展乖乖女。我妈是一个不是教师胜似教师的女人，常年在我的生命里掌控着雷电。客观上我承认他的付出努力给了我应有的物质条件，但是主观上我感受不到爱。他做过的奇葩事儿包括到不限于要求我考第一，却不允许我去全市最好的初中高中；要求我参加校队训练跑步，却不允许我参加运动会；学校里每一次需要交点钱参加的集体活动，他就不让我参加。高中时我住校，生病发烧40度，老师不敢让我继续住校了，想让我回家休息。我妈以会落课为理由拒绝让我回去，被老师大骂，问他是不是亲妈，这才勉强同意我回去，但是也不来接我，我也没钱打车。
最后还是我同学他爸在学校门口捡到我，把我捎回家的。一个40多度的小孩在街边。本科毕业后，我爸想让我回家，提出我吃住在家里可以，但是必须给他交房租。去年我爸查出癌症晚期，他做的奇葩事就更多了。为了不让大家感到太闹心，我就不一一写出来，都觉得他有点问题，所有朋友都觉得他有点问题。从我爷爷去世那一年开始，我几乎就没有再过成一个团圆和睦的农历年。每年我妈要么是在单位值班，要么就是回家大吵大闹，因为一点小事儿，比如包饺子、摘韭菜，究竟是该在客厅摘还是在厨房摘，就这事儿他都得大吵大闹。我爸爸一直在我俩之间调和，但我没有能力把他从我妈的控制和压迫里解救出来，或者他也不需要我的解救，他超爱的，他俩很合适，很般配。不过我爸对我好，他是个典型的家中幼子，为人俏皮幽默，不扛事儿，但能吃苦，没主意，但能提供情绪价值。前年过年，我妈把我的东西都扔在客厅，气得我要报警的时候，我爸仍然让我原谅我母亲。那一刻，我是失去了这层心理上的外壳。去年他查出癌症，生命所剩无几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也将彻底解脱。父亲离世后，那个家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。今年我开头过得不太如意，反复生病，来到新城市发展，一切都不太熟悉，也不是我喜欢的氛围。好在我妈是个绝妙的家人，绝妙家人是这么用的吗？好在我妈是一个绝妙家人，绝妙家人。哦，她亲手斩断了我对她的最后一丝希望和留恋。她在我生病且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接到我的电话，给我来了一句：人生哪有那么多抑郁呢？我决定再也不会跟他联络了。这之后，我觉得世界宽阔起来。起初1个月也很伤心，很难挨，甚至在网上看到“妈”这个字都会生气。脱敏之后，我的精神状态真的好了很多，开始积极自救，找工作，收拾我的小屋，找回读书的爱好，去图书馆开了读者证，每天写写东西，打打游戏，吃吃饭。之所以想给蛋总投稿，是因为前2天跟我朋友聊起我妈这个人，我发现我能非常客观地看待她的缺点了。虽然我曾无数次的跟朋友们吐槽，但我依旧能说出她也很不容易，她童年也很不幸，她活得也很精彩，值得我学习这种话。可实际祛魅之后，我发现她只不过是个普通人。我不再同情她的童年，她的不幸不是我造成的，是她的父母和当时的世界造成的。我意识到她其实吃了外貌的红利，她真的挺漂亮的，她不聪明，一辈子活得随波逐流，浑浑噩噩啊！我不是说要去别人里，我说怎么还有这么长啊？我咱们跳过一些吧。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出来，也是想跟大家说，不必因为要挣脱母女父子之类的关系枷锁而过分自责。人首先是个人，其次才是谁的孩子。人首先应该拿自己当个人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也许等我有一天真有钱了，我也会回去照顾一下，表演一个孝顺的女儿，但不是现在，我放过我自己了。祝大家2025年快乐。好的，说的也挺好，跨年回来了，行，恭喜你们啊！这2024年要不是你们跨，我们还过不去呢。感谢各位跨年的朋友啊，多亏了你们给他跨过去，都像我们在这家坐着还跨不过去了，谢谢你们。跨年开心吗？烟花能好看吗？外面不冷吗？我感觉在屋里坐着挺暖和的，你们在外面不冻得慌吗？啊，跨年的朋友们，不流鼻涕什么的吗？冷不冷啊？堵没堵车呀？马路上的时候，欢迎回到这个阴暗的角落啊！我阴暗一会儿啊！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第一天非常好，开开心心的。打不到车，前方200人，那就别玩手机了，朋友。你这打不到车，你还看上直播了，这一会儿没电了咋回家呀？我把手机放下吧。贴心的老登。阴暗老灯，我阴暗，说我阴暗，你们这些跨年回来的还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多么明亮，敢说我阴暗，太亮了，我靠！老酸灯，超黄老灯，太有意思。看看还有什么美好的、快乐给大家分享。2024最快乐的事情是1岁多的儿子脑部肿瘤被天坛医院检测，排除恶性不好的情况。看到报告的那一天，喜极而泣。2025希望全家人平安幸福。2024最快乐的事情，见到了爷爷最后一面。2025年希望国泰民安。哎，啊，但在我们加州的零食团，牛脆脆卖到了$32，差不多230人民币吧？谁呀？谁干的？这怎么还有倒牛脆脆的黄牛呢？你干什么呢？谁干的？这合适吗？头晕呢，这震惊了呀！这玩意儿合理吗？牛卖牛，得吧，今儿就这个吧，天儿也不早了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晚安，新年快乐，朋友们！新的一年啊，不一定每天都快乐，但是每天都过下去。